很少聊的觀念叫 OG curve。什麼叫 OG curve？其實 OG curve 呢，它其實意思指的是一個雙 S 的曲線。什麼叫雙 S 的曲線？就是像這個樣子，你看這是一個 S， 這是另外一個 S。但是這個 OG curve 它本來是從西方的美學觀點來，所以坦白說，用在華人圈不一定適合。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所以你有時候聽到 OG curve， 你就會覺得聽起來很高大上。可是真正在這個歐美一開始提出這個 OG curve 這個觀念的醫美醫師、整形醫師呢，他們的注射方式、他們的修正方式就會有點像這樣的一個圖。這樣圖它會強調什麼？它會強調就是颧骨要比較凸，然後呢臉頰要稍微有一點凹陷，就像這個西方的這種感覺。可是坦白說，我們東方人都喜歡臉是有一點圓潤的。你用這樣的方式，用颧骨變得很大，然後臉頰凹陷，在東方反而會覺得看起來比較刻薄，不是那麼受到歡迎。所以我今天就要大家跟他討論，我們要提出一种適合華人的 OG curve。那做 OG curve 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呢？因為 OG curve 的觀念，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造出一個很重要的效果，叫做內輪廓線。你可能在一些小紅書啊，或者在一些什麼抖音上面看到內輪廓這個詞，但坦白說，內輪廓這個詞很含糊。你看，這是一個內輪廓的圖。你偶爾會看到這樣內輪廓的圖，看着覺得好有道理。你也看過一個這樣子的內輪廓的圖，你看起來覺得好有道理，但你仔細看這個圖跟這個圖其實是迥然不同的。我們是應該依照這樣子打，還是依照這個樣子打？所以解剖它需要很精準。我們看到這樣的圖形，我就會去想什麼？我要去打造這樣的一個曲線，我要怎麼去定位它這個亮點在哪？什麼叫亮點？就是我們光線在照過去的時候，那個最凸出來的點就是所謂的亮點。就很像你在化妝的時候，你會借由某些地方打亮粉，讓它看起來比較飽滿；某些地方打陰影，讓它看起來比較凹陷。那今天我要制造這個內輪廓線，我要很精準的知道要打在什麼位置上，這就是所謂的 OG curve 的一個觀念的延伸。我們到底該怎麼去定義內輪廓線？你看這3張圖都是在網絡上隨便找可以找到，告訴你什麼叫內輪廓線。那這個內輪廓線它為什麼重要？因為它就是我們臉上的內側跟外側交界的地方。因為這個內側跟外側交界的地方，你的臉才有所謂的折疊度。比如說這個地方是內側，這個地方是外側。內側的臉是不是這樣？外側的臉是這樣。這個交界，內側跟外側交界的這個地方，這就叫做我們的內輪廓線。所以有了內輪廓線，你的臉才有所謂的折疊度。如果你今天沒有這個內輪廓線，沒有折疊度，你的臉看起來就怎樣？很大，很扁平。所以內輪廓線的制造非常的重要。第一個，在微整形上面，我們知道大部分都是靠填充。可是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填充就是你填一個體積進去，一定是越填越大，怎麼可能靠填充制造出皮貼骨的感觉？到底什麼叫皮貼骨？其實皮貼骨它在講的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內外輪廓交界，我們要有折疊度。所以皮貼骨真正要表達的是我們要怎麼制造出這個折疊度來。那內輪廓線呢，其實分上半部跟下半部。上半部的內輪廓線指的就是額結節到我們的眉峰到我们的這個大戲區，這個是屬於內輪廓線的上半部。內輪廓線的下半部就是我剛剛講的 OG curve 下半部這個地方，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這一區。我們的內輪廓線的下半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今天要提的 OG curve。那它就扯到一個很特別的區域，我們來看一下，仔細看啊，這個區域是在這兒，這樣的一個三角區，這裡是蘋果肌，對吧？這裡是顴骨。那一般人在講臉頰的凹陷，指的是這一片。那有一些人他臉頰有可能會到後面這裡來。下面這裡是嘴邊肉，可是我今天要跟他聊的是這一塊三角區。很多人在老化的時候，
臉頰這裡三角區都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凹陷。我剛剛說的這一區，這一個三角形的凹陷，看到了嗎？一般臉頰凹指的是這一區，這上面這是淚溝，這是眼袋。可是大家沒有注意到一件事，很多人老化這裡會有一個三角形的凹陷，很容易被忽略。因為傳統大家在做的時候就會填這裡的蘋果肌，填這個地方的臉頰，這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你的蘋果肌可能變蓬了，你的臉頰這裡可能變蓬了，可是這樣的結果就是整個臉變好大，變好圓，蠻化。根據這個我們臨床這樣在統計看，蠻化最常發現的位置就是這一區。很多人都想蠻化就一定是填太多，填過頭，所以我們來看為什麼很多人中臉處理完蠻化，因為大部分的醫師在處理中臉這一區，它的概念就是打蘋果肌，打臉頰凹，這裡也填得很大，這裡也填得很大，你看這樣整個看起來是不是就變得非常巨大？第二個問題，很多醫師在處理這一區，因為他在打蘋果肌跟在打臉頰凹的時候，他對結構不熟悉，所以他打得太淺。這裡有一篇論文，他就是在看我們中臉這一區的部分，淺層跟深層，它在超音波底下它移動的變化，就會有醫師跟客人說一件事，我跟你說，這個是沒辦法避免，它這裡凹啊，我要把它填起來，你在沒有笑的時候，它看起來是饱滿的，笑的時候它一定會更大，不可能說你笑的時候不鼓那麼大。好，我們把它去掉，那你就一定會凹，真的是這樣啊？不，有辦法。這就是我今天要跟他聊的概念。我給大家看，這就是另外一篇研究論文哦，解剖学的研究論文。這一裡就是蘋果肌，這裡就是我剛剛說臉上的這一個三角區。這個三角區藏有一個很大的秘密，填充的時候打對層次，你可以明顯讓你的臉型變得比較順暢。第二個，你在笑的時候不會讓它鼓得更大，它變得比較飽滿，可是笑的時候不会變很大，只要打對位置，打对層次。第三個重點，你打對了這個區域，打對了層次，你的蘋果肌跟臉頰你不見得要填那麼多，它就会有比較順的一個轉折。這個位置，這個三角區剛好就在蘋果肌跟臉頰之間。那以前的做法就是分別填，結果臉就變得好大。那現在我們只要填對位置，它不用兩邊都填那麼多。用這種方式，你不需要花那麼多錢，可是它的連接感做起來，你就不会有巨大的蘋果肌跟很肥厚的臉頰。第四個好處，這個點就是我所謂 modified 的 OG curve， 現在是有非常好方法，你打對這個層次，打到這個秘密的空間，這個秘密的空間就藏在韌帶的夾縫之中，你不需要打那麼多的量，你不會蠻化，你不會笑的時候鼓起來，然後你可以有很棒的衔接，你可以制造漂亮的 OG curve。還有第五個好處，打在這個正確的夾縫裡面，你只需要打一點點，它就有挺立的效果，它會有真正的撐提效果，會遠比以前聽到的什麼8點拉提，什麼各種什麼奇怪的拉提啊，什麼那種拉提效果都要好非常的多，而且效果是自然。那這個神秘的韌帶間隙，我們就把它取名叫做 Base X。那我們打在這個間隙裡面，我們就可以制造很漂亮的內輪廓。所謂真正皮貼骨的概念，就是指你的臉要有折疊度，要有立體感。以上呢是我們在微整上面講到 OG curve， 講到這個內輪廓線的概念。那麼手術有沒有這樣的概念？以前呢我們在做拉皮手術，拉皮手術大家最強調一件事就是什麼？拉緊啊，扯得越緊越好啊，才會越持久。這樣對嗎？不，這是錯的。我也在強調一件事哈，我們的皮膚就像橡皮筋一樣是有彈性的，你把它扯得越緊，它越快彈性皮嘛。所以拉皮絕對不是扯得越緊越好。在華人區，我們率先提出了復位這個觀念。復位的觀念到底是什麼？怎麼把它運用在今天講的這個 OG curve 裡面？以前傳統拉皮是什麼樣子呢？拉皮手術在以前用力扯，扯完以後，很多人在緊歸緊。技術不好的只有外面緊，內側還是垂的。請問你最容易老化是內側還是外側？當然是內側啊，內側才是紋路最多的地方，是最垂的地方。你這裡緊有什麼用？你這裡不緊沒有用啊。所以這是最可悲的。那有一些人技術還不錯，他連內側都拉得到，
可是拉完以後就是會扁平化。我們來看像这些都是一些案例哈，網上一些案例，有沒有變得比較年輕？有哦，年輕很多，對不對？可是你看他的臉怎麼樣，就變得很扁平化。有沒有年輕？有。可是有立體度嗎？沒有。你這樣一臉看過去，他的鼻子是立體的之外，他的臉看起來就是又大又扁又平，這就是扁平化啊。我們再看，這是另外一個案例哦，本來比較垂，是不是好很多？有年輕，可是你看他的臉，這是有沒有像是啪一下把它打扁的感觉？扁平化。其實每個醫師拉皮都有一個一個階段，有的醫師他還停留在什麼騙人的階段，不會做拉皮就亂做，騙人家說是拉皮，可能只是剪個皮或者在裡面埋一個線，他就叫這叫拉皮。第二個階段就是良心發現，開始可能要做一些拉皮，那可能就只是做一些簡單的縫合，更複雜做不到，或者就是只有做到外側。在下一個階段，它就不是要內側，它還要美觀。我們來看哦，比如說我剛剛講這一個階段，很多醫師他開始做到內側了，除了可能扁平化，還有可能顴骨變大。比如說你來看這個，很多人都會問說，張醫師，我看那個網絡上有從那個太陽穴這個地方去拉臉，就像這個靠一個小傷口去拉臉，這個根本不是什麼新的方法，都已經27年了哦。然後他是用從太陽穴，然後進去伸一個類似八爪，或是用一個縫線的方式，把你的這個臉往上提。這個方法為什麼不用？因為這種方法很容易用完，顴骨更大。拉完它有沒有變年輕？有，可是你仔細看它顴骨變大了。好，我們再看，像這個一樣，拉完有沒有變年輕？有，那顴骨看起來更大。華人喜歡這樣嗎？不喜歡。這個是以前原版的3層次拉皮，紅色這個叫做筋膜拉皮。這個叫高位筋膜拉皮，它做的位置就是做到眼角的外側這。黑色這個它做的範圍就是這一區。那這樣子做，它這樣拉的時候，坦白說顴骨一樣會變大。你看哦，它往上一用，它還是會堆積在這個顴骨這個地方。我們看這個是國外原版3層次拉皮 extended plan， 你看它做完的確顴骨還是有變大的狀況。它效果好歸好，可是顴骨會變大。客人會不開心，所以我做了這麼多，我們就一直在改良怎麼樣是最適合華人的。所以3層次拉皮它早就進入 Pro 版，Pro 版它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樣。我們做的方式是更內側，技術要更好，技巧更高。這個方法我們從內側這個地方進去的時候，我們會在裡面做這一塊蘋果肌的復位。比如說，我們看這個客人，你看他在術前這個地方，就是我剛剛說這個三角區有一個凹陷，我們把蘋果肌復位上來這個地方，我們把嘴邊肉復位上來這個地方，你看他的臉型是不是就順很多？而且它做起來就沒有扁平的感覺，顴骨也沒有大的感覺。你看它術前的時候，很明顯有凹陷的這個三角區。我們把蘋果肌做復位，我們把嘴邊肉做復位。它做完的時候，你會發現，它年輕很多，可是它不是那種扁平感，而是真正的挺立感。這種做出來，它才是真正的 OG curve， 真正年輕的樣子，真正有折疊度的樣子。我今天講了很多。我不知道各位可以理解多少，因為這個概念很新穎，因為我们一直在 update 一些國外一些新的研究，還有我們自己在做一些解剖的研究。我發現這裡它很安全，它打出來不盲畫，它打出來是真正的撐體，它打出來是真正的自然。然後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我們一直在研究怎麼讓大家更滿意。有些國外的方法，我們必須要 modify， 變成更符合美學，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一個要更緊緻追求，就是說絕對緊緻的狀態，那個已經是基本。我們希望做到是更自然的美感。我把我這18年來在這個行業的一些經驗分享給大家。如果你覺得這些知識對你有幫助，歡迎你把這個片子傳給你的朋友。如果你個人有什麼問題呢，也可以透過這個來聯絡我們。因為我要跟大家講，這些片子最重要傳遞的消息就是，沒效才是最貴，想做就要找專業。拜拜。拜拜。
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